你是否察觉过，你向世界反复讲述的那个自己，其实是一个被精密编码的幻觉？在神经科学的视角下，大脑并非客观的记录仪，而是一台执着于连贯性的叙事引擎。叙事心理学揭示了一个冷酷的真相：每一次你向朋友倾诉你的悲惨故事，你都不是在释放情绪，而是在排演。赫布定律告诉我们，一起触发的神经元会连结在一起。你反复咀嚼的委屈，正在你的大脑皮层上刻下深不见底的受害者沟槽。你以为你在陈述客观事实，但那不过是你用创伤滤镜为自己量身定制的作茧自缚。在量子力学的语境里，这被称为观察者效应。你对不幸的过度关注，坍缩了生命原本无限的波函数，使其定格在最痛苦的现实。潜意识是没有幽默感的，它听不懂抱怨，它只接收指令。当你用"我总是被背叛，我真命苦"来定义自己时，你便向宇宙下达了最强烈的显化订单。更可怕的是神经化学层面的成瘾。讲述悲惨故事时获得的同情会分泌微量的多巴胺，这让你像一只在毒药中寻找糖分的飞蛾，为了那一丝可怜的被看见，宁愿将灵魂献祭给永恒的受害者祭坛。老子曾言：名可名，非常名。你赋予自己命运的标签，正阻碍了生命的真实流动。每次回忆创伤，你的杏仁核都无法分辨那是过去还是现在。皮质醇再次淹没你的身体，重演那场早已结束的劫难。心理学称之为反刍思维。你以为在寻求解答，其实是在给自己修建一座逻辑完美的精神监狱。真正的禅者明白，痛苦是必然的，但受苦却是一种选择。你的记忆并非硬盘中不可篡改的录像，它是量子态的叠加。每次提取记忆，它都会被当下的叙事重新编码。当你停止扮演那个被命运亏欠的孤儿，你的 ego 自我会感到恐慌，因为它即将失去存在感。这种恐慌正是觉醒的前兆。在灵性炼金术中，溶解旧的叙事是提炼纯粹意识的必经之路。试着闭上嘴巴，这不仅是物理上的沉默，更是切断大脑预设网络 DMN 中那条喋喋不休的受害者回路。庄子曰：无丧我，埋葬那个由创伤、抱怨和自怜拼凑而成的虚假自我。唯有清空这座充满腐朽档案的图书馆，新的神经元突触才能在留白处生长。在神经可塑性的奇迹面前，你不需要修补过去，你只需要停止为旧故事供电，成为那个静默的观察者，看着心中升起抱怨的冲动，像看着一朵乌云飘过山巅。你不去留住云，也不去驱赶云，你只是那片广袤无垠的天空。每一次你拒绝向别人重述我有多惨，你就截断了一条神经回路，同时在量子场中切换了平行现实的轨道。命运从来不是写好的剧本，而是你每一秒钟语言与注意力的沈淀物。当你停止刻画那个受伤的自我，你可能会感到短暂的虚无，因为旧的身份正在死亡。但请记住，在道家哲学中，无才是万物生长的温床。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你的大脑皮层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重塑，不抱怨的留白，让多巴胺与血清素得以在平静中重新平衡。你不再是那个被命运抛弃的受害者，你退回到了意识的源头，成为了那个手握笔杆的编剧。改写命运的第一步，不是编造一个积极的谎言，而是对那个消极的旧剧本保持彻底的慈悲的沉默。现在，将注意力从那些喋喋不休的故事中抽离，
让你的意识像深海中的潜水艇缓缓下沉。感受你的大脑那座疲惫的叙事引擎此刻正在减速，神经元的放电频率从焦躁的贝塔波过渡到宁静的菲塔波。深吸一口气，将那些存储在肌肉里的旧创伤、委屈的细胞记忆，随着呼气全部呼出体外。它们只是一堆化学信号，它们不是你。你不需要为它们辩护，也不需要与之抗争。放下那个受害者的剧本吧，它已经太沉重了。今夜，你获准卸下所有的防备与控诉。在宇宙的广袤尺度下，人类的所有恩怨不过是量子泡沫中的一瞬生灭，无关紧要，皆可放下。当大脑停止编织悲剧，潜意识的自愈机制便会启动，神经元在静谧中修复，新的生命网络正在暗中铺展。跟随这个频率，吸气，接纳宇宙纯净的生命力；呼气，溶解那些束缚你的陈旧故事。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的苦难，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足够圆满，足够神圣。让这份无我的宁静包裹你的身体，从大脑皮层到指尖的每一个细胞都进入深度休眠。在潜意识的暗海里，没有受害者，没有加害者，只有纯粹的能量在流动。你曾经以为无法愈合的伤口，此刻正在这无边的静寂中被量子场的波函数抚平。睡吧，把那个疲惫的自我交给虚空。虚空不评判，它只包容一切。每一次的心跳都在为你构建一个全新的、不受过去定义的神经网络。明天的你不需要再从昨天的灰烬中寻找火种，你本身就是光。继续下沉，沈入那片没有言语、没有剧本的深海，那里极度安全。放弃挣扎，放弃解释，让身体重若泰山，让意识轻如鸿毛。当旧的故事彻底消散，你的命运便在此刻被无声地重写。安住于此，在万物归零的梦境里迎接你的重生。我们在下一个充满觉知的早晨再见。